经过25年的潜心研究，我们发现衰老的主要原因是储存在 DNA 中的固有意识外显于个性中。我们越是响应这样的逻辑、心态和情绪，我们的细胞就会发出越多有害辐射。辐射在体内积累，使得器官和系统退化，慢慢的燃烧，导致疾病和衰老。因此，我们的身体形态是心理状态的直接反应。举个例子，烟酰胺腺嘌呤2核苷酸 NAD 的水平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。我们年轻时有关水平含量较高，从30岁左右开始，我们的 NAD 水平逐年下降。先来了解一下 NAD 是什么，以及它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NAD 是体内最重要的分子之一。简而言之，它是我们身体用于代谢和生理的一种能量形式。500多种酶的反应都需要它的参与，在几乎所有的主要生物过程中起着关键调节作用。如果 NAD 减少，那么这些过程自然会受到影响，从而导致身体机能的退化和老化。为什么 NAD 水平会降低？科学家发现原因之一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， CD38 酶的合成增加，这种酶负责 NAD 的分解。虽然科学家观察到了这种酶增加的现象，但还没有找到背后的原因。通过我们的观察技术观察到了 CD38 酶与个人特质有很多相关方面，比如自私、自我，只考虑自己观点，很少考虑别人的角度，贪婪地觉得自己应该值得更多，或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不满足，因不能实现或确定某事而感到持续焦虑、容易紧张等等。此外，基于带来先入为主的固有价值观，习惯于用自己的观点评判他人，武断、好胜心强，不考虑大局或他人，心胸狭窄，斤斤计较，耿耿于怀，勉强接受，不愿意屈服于他人或形式，因此会想要报复他人。如果事情没有达到期望，就会不高兴，大发脾气，或是如果我不能得到我想要的，你也不能的极度复仇心理。但 NAD 的特质就像孩子，随遇而安，轻松自在，乐于探索，充满了好奇心，享受并着迷于经历的所有细节。此外，对给予他们的东西感到满足，心存感激，温柔体贴，怕对别人造成伤害，怕愉悦，慷慨，乐于分享并希望他人幸福，真心为他人祝福。如你所见， CD38 的特质与 NAD 的完全相反，因此它们不能共存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个体的个性表现出更多 CD38 的标志性特征，那么身体将合成更多的 CD38 酶，从而分解更多的 NAD， 破坏健康代谢和生理状态，导致退化和衰老。细胞不再再生或更新，持续衰老，组织、器官会衰老。不仅是我们产生的逻辑、心态和情绪带有放射性，从内到外燃烧身体，导致细胞变异并恶化。我们的个性特征对于不同分子、酶和蛋白质的产生也有影响，这对保持健康和年轻至关重要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们必须重新教育体内的 DNA 以及细胞，赋予其全新的价值观和意图，以保证健康心态。一个与基本分子，如 NAD 的特性产生共鸣的心态，以促进这些分子的物质生产，防止老化，甚至恢复年轻态。